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俊。这几个星期大家应该都在忙着清明。小时候我们会跟父母啊，还有叔叔阿姨，很多的亲戚一起去拜山扫墓。那么现在今年大家的家庭已经缩小了，很多的子孙也移民国外，没有再回来清明了，所以清明已经没有像以前的那一个热闹或者是团圆的气氛了，让我想起一句俗语，就是家和万事兴。那么今天我就想要来聊一聊有关于家庭的构造，还有那个家庭的价值观在近几年的这一个变化。家和万事兴呢，这一句话听起来是挺温暖的，就是一个家庭的关系要非常的融洽，那么这个家庭就可以很兴旺啊，可以很好的发展，对子子孙孙都好。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啦，而是来自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的产物。就是在我们祖父母的那一代，孩子都很多了，可能有10个兄弟姐妹啊，8个兄弟姐妹，和今天的家庭结构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样咯。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大家族，都是大家庭，一个屋檐下可能还有几个小家庭，就包括伯伯一家、叔叔一家，就是跟堂兄弟姐妹都住在一起，甚至3代同堂啊、4代同堂都是非常普遍的，代表那个家族人丁兴旺哦。这种家庭构造不只是情感上的连结，而且是错综复杂，在利益上、资源上的一种绑定吧，就有一种共同生存的一个生产单位了。在这样的结构里，通常就会有一个当家人负责管理整个家庭经济还有运作，通常是父亲啊或者是祖父啊长子继承。当然这个责任也重大，就是要照顾弟弟妹妹，照顾整个大家族、整个大家庭哦。所以长幼有序是很重要的，就好像家庭里的领导这样。那如果这个长子不够权威，大家不服的话，这样这个整个家就散了咯。当时的社会啦，所以这是为什么长子这么重要。那么其他的家庭成员呢，也各司其职，有些人是负责厨房的啊，照顾孩子的，因为小孩多嘛，然后管理家庭家族生意，然后照顾长辈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家庭里面有各自的角色跟工作，就是要为这个家族出力哦。所以在那个年代家和其实并不是选择来的，而是一种必要的条件才可以共同生存下去。因为当时候的资源都是有限的，生活是充满不确定性，工作机会也不多，就是整个家族就是要彼此互相依靠，才能够让大家都有口饭吃咯。就是很多家族也会在家里养鸡啊、养鸭啊、养猪啊，所以如果家庭内部出现矛盾呢，整个系统就会被破坏，可能就会崩溃了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们看的那些电视剧，好像周莹啊，怎样做当家啊，东院西院，大家都要通力合作咯。所以那个时代的家和本质上是以集体为优先的生存策略，每个人都要压抑一部分的自我，然后去维持整个家庭的和谐。很多时候承担最多的就是女性哦，她们要负责大量的家务啊、育儿啊，以及情绪上的支持整个家庭的运作。这些付出往往都很少会被看见，就是很理所当然的，妈妈就是要煮一大家子吃的饭啊，或者是洗一大家子穿的衣服啊，牺牲了自我，成全了大家了。所以家和万事兴这背后隐含着一个前提，就是有人去牺牲，这种牺牲被默认，大家也没有问过你愿不愿意，可是就是你嫁进来做媳妇就是要照顾公婆啊，就是要打理家里啊，照顾小孩啊，这些都是无偿的一种付出。这个就是一个时代之所以能够生存，就是有这样牺牲者。到了今天，我们的社会的构造、教育程度也不一样了，所以被牺牲的这个前提就开始动摇了。做媳妇的已经是不像以前那样的听话、牺牲自我，现在的家庭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大家庭，而是已经分裂出各个的小家庭，也有越来
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的生活，或者是没有想要小孩。更重要的是，个人的意识正在觉醒哦，开始反问，很多文章或者是鸡汤都是劝诫大家不要内耗啊，不要被道德绑架啊等等的。而且随着性别平等发展，女性已经有更高的教育机会、经济能力还有选择权，所以她们不再需要依附于家庭才能够生存哦。这意味着过去那种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的和谐模式，很多就是忍气吞声啊，对丈夫就是毕恭毕敬，就是为了要维持那个家庭的和谐，这些妇女都愿意忍，因为你不忍的话，你出去是很难生存的。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女性已经越来越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品质，所以当你有这种能力，你就有更多的选择，当然就不会选择牺牲自己了。正因如此，家和已经不是一种强制的结果了，而是变成一种需要不断的协商还有沟通和经营的关系咯。以前当家的爸爸或者是祖父啊，一句话讲什么就是什么了，不可以反驳。而现在就是你讲你孩子一句，你孩子顶你10句这样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感觉到说现在的家庭关系非常的脆弱了，动不动我就离家出走，不要再跟你讲话，切割。父母可能会觉得说过去大家都能够忍，以前我也不是这样子给我爸爸骂，但是年轻人则会认为说过去的辛苦不应该再复制下去，也不应该被合理化，所以呢是需要一个沟通吧。时代已经变化了，家庭结构已经变化了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也应该要有所改变，有所进步吧。这个家如果是大家的家，就应该大家都要付出去贡献，而不是 expect 其他人去牺牲。换句话说，过去的和只是通过压抑自我来维持的一种表面的和谐，而今天的和则是要去承认差异，承认冲突，然后愿意去寻找方法，就是沟通而去共存。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家庭这件事情呢，已经从一种必须要维持的责任，慢慢变成一种可以选择的关系了。所以当这个家庭也变成一种可以选择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反而需要更加的用心去经营吧。所以并不是每个亲子关系都是自然而然的，并不是说我养到他这么大，他就应该要孝顺我的，就是那个还是回到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关系里面的吧。所以家和万事兴放到今天还要成立的话，并不只是能够靠愿意去牺牲而维持的咯，而是要去尊重，不再是压抑，而是理解，不再是义务，而是意愿的。所以我想，一个真正健康的家庭不应该再让人感到压力或者是窒息，这种道德或者是亲情勒索的方式去维持的，而是应该要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有那种归属感，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复杂，这里始终还是一个你可以回来的地方，就是家。所以如果这样的和气可以成立，可以存在的话，家和万事兴依然是一个可以让你个人成长得到温暖的地方了。好了，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